Hello， 家人们，笑死。卖货了。亲们，无意的人说，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不知道 ，JC 说都在三甲是什么意思啊？三甲，我们理解三甲就是三甲医院的意思。我理解三甲就是1、2、3、4名的意思吧？哦，哇，这么文绉绉啊！哎 ，Hello， 你好 ，JC， 晚上好。板凳的照片真的有点想打人哦。哎，对，哎，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国内的直播了。你这个刚刚家人好，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国内直播了。就国内直播都要搞气氛组啊，应该咣啷咣啷，应该音量氛围再大一点。哦 ，A 妹我都不懂，我不看直播的啊。我不看的，对，我不看，因为我嫌直播的速度太慢了。双11要看直播了，马上什么李佳琦直播间家人们要发福利了。有人说这个王太的文章写得很好啊，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让我非常的不服，因为我自认为我也是能写一点东西的。是。明天我就跟王太投稿，我要发一篇我写的2023年2月刚到大马1个月的文章。很期待。我要投稿。有人说是阿 Will， 有人说阿 Lam， 说我这个名字，然后我说就叫我爱莲好了。人家你阿比利嘛，这已经很好了嘛，默认。阿比利显得很笨的，比利是不是很笨的人会叫比利？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我们小时候，我学的一个英国人写的，就是 New Concept English 的这个作者夫妻写的另一套教材叫 Look, Listen and Learn， 就是我们叫 3L， 其中里面的有一个人物就是 Billy。Billy 就是在里面是胖胖的，然后总是笨笨的，被 Sandy and Sue 要欺负的。哎，这不就是我吗？波达和波多。我一直以为你 Billy 就是从 Look, Listen and Learn 这套英语教材里面截取的，你觉得自己跟那个 Billy 长得很像？不是。OK， 还没到呢，还有1分钟。但是真的看得出来啊。可怜的蛋是什么意思啊？原来大家看得出来。看得出什么？看得出就是你写的文章跟我不一样。哦。我写的也很好啊，我回头可以发给大家。这个我超级不服啊，绝对不会比大马买到的那些作家写的差。哦呦，你绝对没有我写的好，我这个是靠着写作文进大学的人，好吗？OK。A 妹到底是什么呀？是不是就是你的是 Alice Chan 对吗 ？We 是吗？哦，真的有点想打人。重点不是她了，重点还是我们的凤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凤姐吗？这个蛮早的，是在我们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他2010年就去美国了。对，是我们中国第一代的网络红人。对，当时看他的新闻，还是要公司里面别人发 email 群组过来，把一些各种奇葩好玩的事情全部打包成一个叫什么蠕虫还是蚂蚁的这种发过来，然后就看哇，还有这样的，就觉得好好玩。微博也有了吧？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不知道凤姐啊，那待会儿我们先介绍一下凤姐，挺有意思的。她也是初代网红，因为她在中国跟美国都有生活，所以她的故事又非常可以反映一些问题，觉得。好，时间到了。Black Sheep， 晚上好，前辈。不知道你们家今天的猫有没有就是很霸气的又在门口守卫啊？这里都是你的前辈啊。对。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呢，话题有点大。讲实话，这个话题是我和王太都 handle 不下来的，因为这么大的话题，到底该怎么解释？然后，到底如何看待？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更多的也是希望跟大家来一起讨论嘛，对吧？我们也带着一些问题。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呢？事情就是从凤姐开始的啊，也叫我们上海话习惯叫凤姐啊，我们就叫她凤姐吧。我们就从这个凤姐开始。她呢，是中国的初代网红啊。那最近又接触了一个叫不明白播客，我们在 YouTube 上也经常听的一个中文的播客采访。我没有听，但是王太你听了？对，我今天早上听了，我大受震撼，很激动，对吧？对，马上在车上早上说，我今天要吃猪肉，出门买猪肉去。刚刚上车，刚刚驾出花园的门，王太就跟我说，我一定要跟你讨论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命运真是太不公了，所以发生了什么？然后他是谁？
它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的主题又有一些什么关联？王太，你要不先介绍一下？与此同时呢，我找了点他的资料，我也可以在后台可以放一下。对。啊，你介绍一下他吧。好了，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在听这个原力啊，这个原力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如果说，据说那个在中国媒体啊，有一个叫海外访华女记者排行榜。然后一个是前10大排行榜，这个原力据说是排名第1的。直接说凤姐吧。他经常会采访一些可能在中国并不是特别受欢迎、被关注的人，包括这个罗玉凤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个照片来说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第一眼看到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哦。但是我觉得很震惊的一点是，罗玉凤在接受这个凤姐的采访说，她说她其实小时候她是长在重庆的一个很偏僻的穷山沟里面的。他从来没有因为外貌受到过任何的攻击，但是自从他在2007年到2009年在中国成为网络红人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外貌竟然成为了攻击的焦点。他长得丑是他最大的一个缺点，他的第2个缺点就是浑身没有任何优点。我可不可以就是在你讲故事，我提些问题帮助大家消化？对。那2009年他做了什么，就变成了中国的初代网红了呢？当时他就是在中国，在我们中国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他在发征婚广告。他的征婚广告是要求他希望找到的伴侣是金融，对，就是这个。他认为自己是才貌双全，然后他需要找金融的，然后北大或者是清华毕业的这些青年才俊，然后成为他的这个爱人，然后组成一个家庭。所以他的这个公开征婚一下子就爆了嘛，配合他的这个外貌，一下子就成为了各大媒体追逐的这个焦点。然后一开始呢，是一些地方的媒体，一些小城市的媒体采访他，那只是把这个事实啊、事件啊，把它剖出来。后来呢，就有一些省级的这样一个叫卫星电视台对他进行了专访之后，挖出来啊，这个人啊要征婚北大清华的人，他竟然只不过是在上海家乐福 Carrefour， 就是法国的一个大卖场，就在这里。他在大卖场里面做的是收银员。就是一个收银员哦，一个月只有1300多人民币。1500，我做一点点补充好吗？因为你已经讲到他在上海征婚了。他呢是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小山村里边。然后呢，父母从小离异，自从跟母亲生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应该说家境是很差的，自己是大专的学历，就 college degree 嘛。他不仅仅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家境很差，而且他从小就是受到霸凌嘛，因为他的母亲带着他离婚之后，很快再婚，再婚之后有了自己的这个妹妹和这个弟弟之后，首先是这个再婚家庭对他就是一个排斥的感觉，然后他要负担起照顾弟弟和妹妹的角色。等到他成年之后呢，他又成为了家里面的我应该是叫什么cash cow， 就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对，他的妈妈每年都是向他伸手要钱，并且斥责他，你没有钱就不要回来过年。所以他从来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包括他为什么他去读了大专呢？是因为他家里面出不起这个学费，这是他少年的经历嘛。对，那他到达上海之后，因为有些人叫沪漂啊，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词吗？就到上海来谋生，对，就像很多人到吉隆坡来工作一样。那么我们以前呢称为叫沪漂。他到上海工作之后，有一个事实是很惊讶我的，就根据 Wikipedia 的显示哈，他到了上海啊，投了1万多份简历。我作为 HR， 我也是被震惊了。就一般个人啊，投上几百份，因为有软件的帮助啊，那是很正常。即便你在那种 job portal 上，你在软件上要能投出1万份，那也是不得了的一个毅力吧，因为你会放弃掉，对不对？不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投1万多份简历啊，不是你理解的是在线投啊，他可能只是把自己的简历印出来，然后 physically 就是到哪一家就这样发广告去投。OK，那么最终呢，他在家乐福就 Carrefour 这个找到了一份1500块钱做收银员的工作，就大概是1000马币嘛。那个是在15、16年前，2009年。好，后面就是王太说的啊，因为他突然说要征婚，他自己的身高啊是1.46米，他说他要找1.83米以上，北大清华什么又有国际视野，然后呢，这时候呢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
在当时没有这么多网红，也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网络传播的条件，所以它这种一下子呢就变成仅有的一些爆炸性的娱乐新闻了，对，就引起很大的关注啊。那它有越来越多其实是比较出格的话啊，那比如说他说过去300年和未来300年这600年里边啊，我的知识的含量，我的智力是可能世界上只有前50个人，类似这样子啊。后面甚至于说要跟陈冠希结婚啦，要跟奥巴马结婚啊。王太你可以后面说说看，就是他的一些故事吧。这唏嘘和戏剧性从这里时候开始嘛，应该说。我是见证过，我们都是从09年过来的嘛。他那个红的时候，我其实对他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但是我并没有像大众舆论那个想法，觉得他就是以丑为美，然后再哗众取宠嘛。我有的，我要很坦白的承认，就作为一个男性啊，有那种男性的 gaze，在中国尤其是会有一些偏见啊，或者是觉得啊，怎么是这样？跟我们传统想法不一样，这么这个大胆的啊，甚至于说有一些啊，你怎么不知羞耻的讲自己那么漂亮，还要怎样怎样，会对他有偏见，我肯定是有的，这肯定是把他当成一个取笑的对象。对年轻刚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我啊 ，OK， 王太。我当时我对他的很大的同情是来自于我知道他只是一个收银员，他的工资是这么微薄。然后今天早上我听他的这个采访，在不明白播客当中接受采访，他就说到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唏嘘啊。就是他刚刚我们说的，我刚刚介绍了他童年，还有因为这个经济贫困，他不得不去选择师范大专。那个师范大专就是你在中国读的话，你不用交学费很少。然后出来之后是给你安排在学校教书的工作，他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然后他就一直很努力，然后在那个重庆的一个山区小学里面做了2年老师，他发现所谓的上升通道就是要拍马溜须，要把这个校长都伺候好，但是他性格上不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教师应该是业务水平上的就是说你要优于其他人你才可以嘛，但是他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始终被打入冷宫。他觉得心灰意冷的情况下，就来到上海找工作。OK， 那他觉得自己好歹是个大专嘛，应该找一份工作不难。结果就发现，在上海找工作，这1万多份简历投出去，没有这个任何好消息。发现说上海找工作起码是要求本科毕业。OK。然后他当时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说，如果说在大城市找工作，他的一个敲门砖是本科学历，那么为什么我们国家长期宣传说已经共同富裕的情况下，不能让每个人都拥有这个本科学历，平等的拥有找工作的权利？他说他始终想不通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想，他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说，是不是他就像他妈说的，你命不好，你这个命就是这一辈子你就这样了。但是后来他也是觉得说，是不是我认识的人有限，所以我要去认识更多的人，我来问问看为什么造成我今天这么努力，但是我收入还是这么少啊。他也想要去攀附一些关系是吧？或者说认识更多的人。没有办法认识人，那他就想到了这个，他要去他想要出名，他想要是出名能够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更多的人能够让他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用一种反向的方式来搏出位。对。好，我想跟大家这时候再来说一下，因为现在加入的应该会更多，除了中国的初代网红这个凤姐，大家还有另一位称为叫 A 妹啊，我也是听很多人提了以后我才了解到的。第三呢，我们还要再讲一个故事，就我们身边有一个马来西亚人的一个故事，对吧？我们要从我们要从几个侧面，自己别人怎么看待他的朋友他所处的社会是给予他帮助还是采压他，来去探讨到底个人的努力跟时代的命运之间的公平跟不公平。那王太刚才讲的呢，我再做一个补充，因为他在上海待了没多久，到2010年的时候，他在微博上就晒出自己的美国签证，就开始去美国工作了，这也是比较很大的变化。据说他是在那边寻求到了政治避难，很快就拿到了美国绿卡。但是呢，后面就有媒体爆出来，因为有人在这个纽约的Flushing 就是看到他是在美甲店里面给人家做美甲，还有做洗脚。做洗脚妹，然后这一下子就炸裂了，然后大家说这个凤姐这个人她很会经营人生啊，在中国变成了网红之后，她终极目的是逃到美国去成为人上人，结果她成为了人下人。这是别人的看法啊，网友就是中国网友对她的看法说，你看包括到现在她在美国已经有生活了14年了，别人还是说她最近好像也只是做洗脚工，原先呢是做美甲师，觉得你看你现在过得不好其他网红都过得很好，
显然你去美国是不对的。但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其实在中国，然后又去美国，这是一个命运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还有呢，从别人原先都是嘲讽他呢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他有2层他有2个侧面。第一个就是自己出身没有这么好，他觉得不公，不停的发生。第二呢，他确实有一种说我要去认识更多人，我要做一些出位的事情，这些想法。但是到了美国之后，这一层没有了，他没有在做这个事情，只安安分分的工作。只不过这时候大家对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你看你就是混得不好吧，但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后面有一个网友贴出了一个所谓跟他道歉的一个说明，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我把它放出来了。就是这位网友说，我当时就是这个嘲讽你的一员然后我呢感到很唏嘘，我看到了你其实是一个真正为我们底层发声的，你无非就是追求自己所要的东西嘛然后呢也说这个现在所谓的专家都是假大空讲废话啦，没有什么用啦，就是大马也有很多人说什么政棍就类似这个意思。他说你就是道出了我们小人物底层人物的辛酸，我向你表达道歉。你好像说当时他去上电视的也有观众给他道歉是吧？这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事情？他当时被一个省级的卫星电视台邀请去参加叫中国达人秀，因为就是我们上海的东方卫视。他说在这个东方卫视上面就是那个中国版的 American Has Talent， 就是那个样子。然后他进去，我也不知道他表演什么节目。他上场之后就被人砸了这个鸡蛋，砸了一脸鸡蛋。然后他说他到了美国之后，这个砸鸡蛋的人辗转找到他的这个电子邮箱之后，给他写了一个邮件道歉。他说对不起，我其实是这个卫视花钱雇来，然后向你投鸡蛋我对你本人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我为了钱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真的很抱歉。然后而且最近很多在中国的这个简中社交媒体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标题了，就是大家说我们欠10年前的罗玉凤一个道歉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会看到，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和他的无奈，他的这个有一点点浮夸，比如说他要去认识社会上的名流，做一些出位的事情，整个身边的人，他的母亲，像我们的一些同事，当时别人社会是怎么看待他，又有第3个视角了，就是你看连电视台都要雇人给他去投鸡蛋，说明代表一种主流的意识你出来我就是一个 frame， 我 set you up， 让你在这里让你出丑的，对吧？有这样的 OK。但是罗玉凤他说，那个主持人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当时被人砸了鸡蛋，然后你看到这么多人在骂你，你自己知道这些事吗？他说他完全一无所知，因为他穷的，他那个时候只有那个诺基亚那种老人机，不是智能机器，然后他所住的是集体宿舍，没有可以上网的电脑，他都是花钱去我们中国有网吧，2块钱人民币1小时，然后是差不多，他又觉得很贵，所以他没有很多的这种资源和渠道去了解社会是怎么评价他，所以他是不知道大家对他有这么大的仇恨，这么大的痛恨。OK， 所以你看他就是个很好的典型，也有你听到各个层次的声音，从大到小，从自己到其他人到环境，然后在中国生活和美国生活我想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我先要听听看王太早上找我非常激动的聊到的这个词，就是公平。为什么你从他的命运身上会觉得是一种不公平呢？你觉得不公平在什么地方呢？我说的不公平就是我感觉他有一种很强的不公平的感受，所以他就一直在寻求这个答案，然后他寻求答案的这个方式也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想让自己出名，认识更多的人，然后通过不同的人的视角去帮自己明白说为什么我的日子过得这么惨。因为他说当时发这个征婚广告，他全身上下所有的积蓄就是2700块钱，他都已经交不起下个月的房租了，然后他花了几百块钱印了1000份的广告去发。他当时就是想好大概率他会成功，因为他说他自己研究了很多这种市场营销，但是他也想好了如果不成功的话他就去信用卡透支，然后把那个钱用完，如果还是不成功的话他就想到自杀了。他已经想到这个觉得就是，但是他也要追寻清楚这个问题，他不是坦然的去接受这个所谓他妈妈讲的你的命不好，你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他就一直在抗争。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身边认识的一个马来西亚朋友的这个情况嘛，我就会觉得说他也是，我觉得是不可抗力，让他的人生过得完全不是他想要的那个样子。可是我们现在看他的状态，几乎他跟我们同龄嘛，他就是很 peaceful， 我想20几年就是这样 peaceful 的接受了。对的，这个故事
我们先停一停，因为我想我们可以先看看大家的这个，我们讲了蛮长时间他的一个故事嘛，可能有20-30分钟，它是作为另外一个反面，那加上我们朋友的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我们俩想不通的一些问题，就是要跟大家来讨论的。大家不说直播就是要更多的探讨嘛 ，OK 啊。那么讲完他的故事啊，我只是想讲一讲，就是你看他到了美国以后，洗去铅华，没有自己这些说我再要认识更多人，要征婚这些浮躁的方面。虽然在现在很多的中国网民和一些主流宣传把他拿来做对比的时候，还会说你看去美国了吧，过得不好吧？但是我认为他过得很好，因为我相信在美国，你做一个洗脚工或者是做一个美甲师来说，跟我们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靠自己双手来生活嘛。我觉得他可以做一个，对吧？对，美国是有很宽的一个中产阶级的，我觉得他能够养活自己，他在那边不管他体型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偏见，我反而觉得他现在活得很踏实，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状态。我再插一样呢，就是为什么大家讲的这个 A 妹，就是那个 Alice 嘛，我会把它放进来，那我也可以让大家看看她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是知道了，它不是重点啊，但是我想来说，他们俩有个共同之处，就是也有一段通过反面。通过不停的制造话题来想要突出自己，想要变红。那么除了自己这个层面是有点不同的，因为你早上跟我普法了，我们两个吵了，没有吵，我们俩这只是吵，进行了友善的、正面的、建设性的辩论，讨论啊。你觉得他跟凤姐其实是实质不同的，是因为他做的事情，不论是在 Auntie Annie 还是在麦当劳，还是在什么地方，都是就是说是违反企业的规章的，是吧？我觉得已经到了违法的这个地步了。为什么？因为反正我自己学那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food handler， 就是大家可能都了解，在马来西亚从事餐饮服务，要进到后面厨房的话，这个餐饮人员必须要有一个叫 food handler 的一个课程的学习，并且有结业证书。那我们在学习这个 food handler 的时候，大家都明确的知道，就是说凡是和食物接触的，你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个干净卫生，就是直接能够送入口的这些食物，你必须要戴着手套。那他当然做到了，但是你用你的唾液去接触要给客户吃的这个东西，绝对就是违反了 food handler 里面的这个卫生标准啊，这个是第一点。Okay. 第二个就是说，他有没有违反他所当时供职的这两家餐厅的这个媒体政策，以及这个移动设备的这个那肯定是他在后厨他允许拍摄这样的照片吗？肯定是违反的，因为这样不然人家也不会把它给开除掉嘛。你可以把照片再拿过来一点，然后 food handler 里面还要求说，这些在后厨的从业者，他的头发都应该是用一次性的无妨要帽子这个戴好，对吧？对。然后他的这个口罩、手套，然后对，他把那个耳朵有的时候应该也要罩起来，他这个头发这个绑就不够严实啊。OK， 就他已经违反了，首先是作为食品行业从业者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第二个，他可能已经违反了他所在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规定。很好。他其实给企业还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因为大家会联想到他是一个职务行为，他就是叫这个表件代理，他的行为可能让大家直接推认到这是这个品牌对员工没有任何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疏失，对吗？人大律师。不是，咱们就是这样说嘛。它造成了实际的这个 Auntie Annie，还有包括这个 Nando， 可能就是商誉受损，它有直接的经济损失，就是顾客的消费的这个收入的减少嘛，对吗？它造成了这个侵权啊。你说的很对，就这是个人行为上的差别，所以再比较的话，其实他的行为更加严重。那么我大概看了看舆情，就是别人还有商家、国家对他是怎么样。当然，国家层面是没人管，大家可能觉得很正常。但是你知道吗？就刚才这个凤姐的案例，到后来是《环球时报》官方媒体要发文说这是低俗怎么样，再到最近几年他在微博上发声以后，把他给全网给封杀掉。那么他当然是没有这么高层面的去管啊。不过我也比较同意像吴毅讲的，就是还是谁讲，就是好像大家讲法律具体讲到什么法，有没有人去诉他，没有人在管这个事情。那企业就一直发文说把他给解除了，这是企业行为。网民就周边的人又怎样看他呢？我大概也看了看，其实大部分人就是表达说，哎呀，刷一神啊，或者说企业碰到很倒霉，或者说你就好好找个工作嘛，你自己工作态度都不好，就好言相劝的也有。然后呢，
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也有啊，像吴毅刚才说想打人的也有，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么大概是这么组成的，相对呢，我觉得中性偏负面一点，但是比较还算是比较温和，这就是两相对比啊。我觉得可能这两个企业他们的法务部，我相信他们可能在做一些证据收集吧，因为他的这个商誉的这个受损，然后直接导致他的经济损失，可能要过一段周期会显示出来。因此，我觉得这个阶段也许是双方的这个两个餐厅的法务部正在做一些这个3、4个了，现在对3、4个，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收集一些这个证据，然后会对他采取一些这个行为。这个怎么叫 legal action？ 还有包括就是发 food handler 好像是什么这边的 FDA 嘛，这种食品药监局，我不知道会不会也以此来去对他的这个food handler 的资质进行一些处理啊，包括这个警告之类的。然后第3个，我相信这个行业协会啊，就是餐饮行业协会啊，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像我们内地会有一些所谓的黑名单制度啊，可能这位这个将来再去餐饮行业就职的话，可能就会遇到一些这个拒绝。OK， 这个是一个不同啊。那么，我想我们在这里就先稍作暂停，差不多2个故事对，我们看看大家有些讨论些什么东西，然后回头讲我们朋友这个事情，好吧？有一位 Young Damon， 他说他们俩有质量上的区别，我看啊，人家也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这两个就是凤姐跟 Alice Chan 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对，但是不意味着不能比较嘛，对吧？就比如说橘子跟苹果确实是不一样的东西，不是 apple to apple， 但是我拿来比较它的酸度跟甜度还是可以的嘛。它凤姐没有违法，也没有违反这个所谓的道德。我想看2个个体都是某一种想要在出名的情况下，他的自己有什么差别，他所处的环境，然后整个社会对他的看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那它只是一个小插曲啊，就到这里的话，我们看一看吧，大家有些说一些什么，好吧？好像也没什么是吧？因为大家对这个凤姐罗玉凤的了解并不，因为马来西亚可能这些媒体并不会去报道一个中国的这个网红，又是古早网红，对啊 ，OK， 好的，那么。那我们就接着说下去啊，我们就发现更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王太也很感慨，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共同的马来西亚人一个朋友，他好像也是怎么讲，就是不是这么幸运，你一路走得这么好，但是他的想法，他的心态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并不需要说去搏出位，或者说我一定要这个找一个好的人家，找到好的工作，我才可以活得很好。你要不讲一讲吧？那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故事是什么样子？对，我觉得跟凤姐比起来，我们朋友身上的这个例子，我感觉他就完全是我以前听的那本书叫《Surrender Experiment》，他就是完全接受了命运对他这个摆弄。然后他现在摆弄怎么摆弄呢？首先他是一个。他也算是马来西亚甘榜里面长大的一个孩子吧，然后家里面是5个兄弟姐妹，但是他的父亲也是很不幸，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妈妈一个人拉扯5个孩子长大。然后我也认识这个朋友的妈妈嘛，那个妈妈有一天就跟我讲，她说她5个孩子其实读书都非常厉害的，但是因为家里面有这样的经济压力供不起，所以有一些孩子哪怕是学习成绩很优异，他们也是放弃了再继续深造的这个机会，就早早的去工作，然后承担家里面的这样一些这个经济负担嘛。然后我们这位朋友他应该也是学业非常优秀的，因为他跟我们讲，就是当时他已经拿到了这边一个 Taylor Group，当时给到他的奖学金的机会是能够让他资助他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留学，然后并且通过了所有的面试笔试之后，给他确定的专业就是他一直很想去的那种电子工程专业。他去另外一个国家读书的所有的费用都是由 Taylor Group。对，因为他是面试什么笔试都通过了他们那个资助计划嘛。他具体要资助他什么？一个是去国外读书，学费和生活费。那有什么条件吗？好像就是条件是毕业之后可能在相关的某一些指定的公司要工作2年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return offer。明白你的意思。OK， 资助他读书，但是需要回来工作这样。对，然后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当时因为就是要送他从马来西亚出去留学嘛，他就在那个留学所在国的那个地方去了，就等待。
结果等待消息之后，就是突然之间那个很大的要资助他的集团就跟他说，我们资金上有问题，没有办法再资助你了。哎，我觉得如果对我来讲的话，这肯定是个五雷轰顶一样的决定啊！我会觉得说我凭什么呀？这个太不公平了，这个。而且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觉得上大学是人生必经之路啊，或者说是对我人生太重要的，我不能够 miss 的一个 step。我可能就会自暴自弃了吧。因为我们但他人还是在国外的时候，就把赞助给撤掉。对的，然后就没有了，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然后他就说，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就在当地找工作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非常能够行业就是说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个服务性的工种，然后他就从零开始去做，然后一直做到现在，他还在做这样一个。当然他已经不是一线的这个员工了，他已经做到了这个自己创业，但是他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我后来就问他了，我说那你做这个行业你是真的有喜欢，然后慢慢的从完全的门外汉做了这将近20几年，有没有发展成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他说也没有想那么多吧。所以我听起来并没有是说20几年的工作让他又爱上了这一行，但是他就是好像人生阴差阳错的被命运之手这样摆弄一番之后，他就完全坦然的去接受了。对，我真的是完全不理解他为什么没有像凤姐这个样子心高气傲，或者说觉得说我要把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他要去折腾一番。对，真的是。我觉得凤姐她当时也有她的局限性，因为生活在她那个时代。一个是时代的局限性，一个是他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会觉得他只有嫁到好的人，他觉得他只有赚到很多钱，他才能改变他的命运。因为很多人到现在，他们努力的很大方向还是说他要改变他的阶层，他要改变他的命运嘛。但是发生在我们朋友身上，你这个是一个案例。像我也听到过一些人，他说我就要去继承家里的这些事情啊，不一定要去上大学，他就去好好工作，或者继承家里的一些小小的生意，他觉得那也是一种活法。其实，而且你再看看我们之前做的说做吃的很丢人里面，很多人留言说，大家都会很尊敬厨师，从小都会教，对吧？哪怕你是保安。哪怕你是厨师，他不觉得说这是一个阶层的差异，每个人都值得尊重。那如果这种感觉是很平的，就人和人是拉得比较近的，那就是所谓公平的基本条件就不存在了，就大家根本就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命运的不公嘛。我猜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来，我还想继续说，就是那位很坦然接受的这个朋友，因为他的妈妈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嘛，因为这个朋友非常谦虚哦，他从来不讲他自己，其实他就是在新加坡嘛，他在新加坡从事了20多年的这个服务业嘛，然后他妈妈就跟我讲说，他说我的儿子非常非常的勤奋，而且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他的那些他跟随的都是一些这个。其他一些像那个北欧的北亚的那种韩国啊、日本的，他的所谓的师傅带他。他说，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学徒啊，当年工作的时候到了午休就去休息了。他说他的孩子就在这个工作场所很认真的、很勤力的把所有的工作环境的东西都收得非常的好。就长年累月的这种勤奋啊，就让他所有带过他的这些师傅都对他印象深刻。而且最后这些师傅都就是说很想扶他一程，因为他后来又回到马来西亚，所以才会变成我们的朋友。对，我还记得那天就是讲的时候，他的妈妈讲到这个时候是很动容的，对吧？我们听的也是很动情的，就是说哇，他妈妈这么为自己的孩子骄傲，为他们感到说，哎呀，这个都是因为你看我们家的条件不是这么好，父亲也有离开的比较早，所以小孩子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一种教育。我记得你其实早上还讲过另外一个 point， 就是你看他回来之后，他的兄弟姐妹都很帮助他，对吧？都不是说你变成家里的一个负担啦，或者说你看我们都有在做工，你又回来之后又开始重新做一些事情，会怎样？大家对他的就是你能看到。家庭作为一个单位，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 unit， 都是非常团结的，互相帮衬、互相帮助的，对，是吧？对，这也是让你其实也是很温暖的一些东西。真的是哦，我们因为以前我们在上海，我们接触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家族，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只有你的这些收入比较高啦，或者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什么公务员啦之类的。
你可能会在家族的这个聚会上面被大家像众星拱月一样，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一家人，就是老母亲有的时候也会帮衬一下自己孩子的这个创业，他的兄弟姐妹们也会时不时来，有一些是全职的在帮他去做，对吧？然后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收入，就是就是完全是无条件的在帮着做，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们一家人就是形成一个凝聚力。包括他自己，他也会考虑说，哎，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未来要怎么样子去发展，我们可能就是成为了一条船上的人，我不可能单独抛开他们去发展，就是这种样子其乐融融，就完全跟凤姐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罗玉凤啊，她的这个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会为这位朋友感到不公吗？我就是因为觉得不公啊，我觉得他这么有才华，而且人又是这么踏实的一个人，我如果是像他这样，我一定会怨天尤人的。那你是用你中国成长起来的尺度去衡量他在大马和国外求学的这种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检验的角度，就他自己有没有为自己感到不公，他的家人、他的母亲还有社会有没有对他的这种经历感到不公呢？我有问过他们问题啊，我这个问题问过他，和我还有问过他的妈妈。怎么说呢？他说人家就直接跟我说，我没有觉得什么不公啊，那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样嘞？哎，两个人都是这样讲的，这就特别好玩嘛，因为有可能是心态好，也有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因为他会觉得哇 OK， 那我不读书了，因为别人撤掉这个资金的赞助之后，对他直接的影响，说连书都不能读了，而且未来的这个工作也会失去，就他的人生方向完全从一个电子工程师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对，就要从一个新的没有原先高的一个起点开始重新去拼搏，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对，他觉得没有什么，对啊，所以他可能没有觉得，他就是没有觉得不公吧，对不对？我觉得不公的多了。你说一个是职业上你的个人兴趣，他已经讲了他自己是机械工程，然后是想做电子方面的，对吧？这个首先是镂空了。第二个，他从事的服务性行业好像是一周才1天休息日，还是1个月才1天，非常非常辛苦的。然后每天工作时长都很长的，10多个小时，全是站立着的。然后他也没有什么这样的落差吗？就是你可能本来是一个白领，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这个蓝领，是很辛苦的这个蓝领，对。然后可能如果本来走那种办公室，很快就能够成家，但是他现在跟我们一样的年龄，他现在我们看到他还是一个单身贵族嘛，可能他的整个人的整个方向就不一样了。我感觉他是完全接受的，就像我看那本书《Surrender Experiment》里面，就是全然的去命运给我什么，我就坦然的接受什么，然后我继续活下去。我觉得除了心态还有就是他在任何一个起点都是可以工作。我觉得跟第三点也有关系，就是他从任何起点开始工作都有可能会做得很好，都有可能会得到属于自己的成功和这种安宁。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凤姐这样，像她自己讲的，如果她不改变，如果她不出国，如果她不求出位，如果她不去找城邦的人去嫁，或者找到很高薪的工作，那她就真的就一直被压制在一个位置。而事实上，在中国，因为阶层分布很广嘛，她那个位置确实是很痛苦的。比方说，她作为农村的户口，她应该不会得到很好的养老和医疗吧？是不是啊？这肯定吧。在以前，你想在2000年以前，还有收容遣送的制度，就是如果你是农村的户口，你是不能随意的流动到城市的。那他连基本的这些迁徙的自由也是没有的，他肯定也会觉得不公的吧？就是他看他自己会觉得不公的。但是这个案例发生在马来西亚，就是他看这个我们的朋友看自己没有觉得不公，只是你在你的角度上看到他。你替他觉得不公，对，他不但不觉得不公，然后他还觉得说他这一路走来都很幸运，包括他的妈妈也跟我讲，他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像千里马一样，在职场遇到了很多的伯乐，所以这些伯乐带他一路走到了今天，他们还会觉得说是哎呀很幸运哦，就是他的师傅都对他很好，对吗？然后我们的朋友也会说，他的师傅以前还带他，问他说要不要去跟着他们一起跳槽什么的，就是有什么机会都会想到他。
他是一种很感恩、很平静的心态去说这个事情。然后刚刚说到结婚的事情，我也去问那个妈妈，我很八卦，我说你这个年龄跟我妈差不多，像我妈这个年龄在中国的话，如果看到孩子是单身的话，那边要催死了。他说那有什么好催的？他不想结婚，那我催他不是更不要结婚了吗？那他说那就让他去嘛，他觉得现在没有到要成家的时候，我有什么好急的嘞？我就应该收身。这样他妈妈真的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可以看到以凤姐为代表的人，当然这是很多人，就他们身上的枷锁是很多的，他被赋予的使命也是很多的，他要突破的难关也是很多的。所以当你眼睛可以看到，思想可以想到，但你实际做不到的时候，你脚也踏不过去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不公平啊，别人也会替他不甘啊。来，我们看一看观众留言吧。好多留言了，来。行，那就看吧。我们就真的就是说要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因为我们只能讲到这里，我们也只能想到这里，我们没有一种哲学啊、政治啊那种人生的高度可以分析下去，就是没有。看看。观众志成说 ，Alice 想影响别人的注意力吧。对，我觉得这就是反向的出名嘛。因为我刚刚还看到瞄到一句啊，好像是无意他说，是不是说这也是一种出名的方式还是什么，对吧？不，我不太理解，就是说他要影响别人的注意力，是指你他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网络的这个 celebrity，然后将来就成为网红，以网红作为职业，是这个意思吗？我认为是的，因为他会把自己的 QR 放上去说，我需要打钱，跟企业说我可以帮你出名，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再有谁会到了明知违反的情况下，然后还要做出不堪的指控做出不真实的这些断言，然后要去做违反企业规定的事情呢？那么有一个朋友应该是维啊，他说这是不是为了出名？我觉得肯定是的，因为在营销上面，你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其实是两个维度。有可能你的美誉度就是你这种就是 reputation 下降了，不会影响到你是一个话题人物，你很被传播，对吧？这还是会。那么利用这种反向的东西，还是可以出名的。不过一个好一点的社会，一个道德感强一点的社会，就会去拒绝这样的人。但他应该出名还是有用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可以红也是红。小哈尼，我不是说别人他没有做任何违反的事情哦，他有点像凤姐，对不对？他没有做，我这一点上我 appreciate。但是很多人觉得说他这个装束和他的这个表达方式和传统的风俗习惯、公序良俗是不一样的，但不影响啊，因为你去看他有价目表的。你跟他拍个照多少钱？被他亲一次多少钱？参加一个活动多少钱？什么画册多少钱？他都有清晰的价目表的。所以美誉度和知名度是完全两回事情。哪怕对 YouTube 也是这样的，点彩的人多 ，YouTube 也会推广你的，因为他觉得你的活跃就有广告商来介入广告嘛，就是这样而已了。反正大家都是成年人嘛，做事情都有代价，然后当然你会有收益，收益和代价当然是你自己去内部计算了。我个人呢，但是对你们讲叫 A 妹是不是？就我个人对他，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他未来应该会后悔的，因为他终有一天他会觉得他这样获来的美誉度，首先赚不了大钱。其次，通过这个方式，商家有可能在大家都形成比较好规范的一个社会里面，会对他避之不及的。所以这个肯定是得不偿失了。然后另外观众Kion On 说 No one is prince， 然后 We 说觉得是顺势而为，马来西亚人比较容易去接受。然后妹妹说她的2个妹妹在公立念的科系也不是他们 first choice， 你的科系也不是你的 first choice， 你有这种不公平感吗？你高考，我的科系不是我的什么高考就是考试是吧？中国叫高考嘛，马来西亚就是 SPM。你有觉得后悔吗？我没有，我有很好的 surrender 的这种精神，就是我念了以后，我就会去想它好玩的是什么。就我本来学的是对外汉语，就是教外国人中文的，所以我说我中文挺好吧。但是我其实最终去读书的是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就这个，但我也很喜欢。我就发现，这个是讲自动控制的，这个是讲这个数学上的一些微积分啊、排列组合啊、线性代数啊，觉得也很好玩。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世界的真相，但这只是我会很快的去调整自己到喜欢这个东西上面。最近几年我才学会，如果你不喜欢就说不喜欢，
就只找你喜欢的，这是我的一个问题来着。可是像你如果读的对外汉语是属于文科专业，就不会像你读理科专业这么辛苦啊。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一天到晚看你要去自习教室去通宵嘛，一个礼拜总是有那么一天要通宵。我作为文科生，我是完全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苦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辛苦啊？ I found the beauty of mathematics. OK. Yeah.然后你的大学好像也是属于你奋斗了之后也给了你很多的收获，对吧？你老兄好像拿了很多奖学金，后来能够 cover 你部分的生活费和高于学费，高于学费，对，高于，因为有一笔就是1万了，还有笔是8000，还有5000的现在。可是你后来毕业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巨大的不公平？就社会给理工科学生的这个工资跟我们这种文科生，你看我搞法律的出来的，就是当时你们确实会比我们低很多嘛。那就像你说的，别人给你不是我的 pain，每个人有自己的路嘛。我用我这个掌握到的，我一开始做工程师虽然没有赚很多钱，但我做猎头的时候就10年以后就可以赚到刚开始工作10倍的工资，然后又到现在，反正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吃的，我把很多 engineering 的知识啊，我把很多管理上的啊，都可以用得上啊，也不是很好吗？connecting the dots。你这想的真的确实蛮开的，怪不得你跟我们这朋友谈的也蛮来的。还有什么？看看大家。还有。吴一说喜欢人家妈妈的想法，然后还有说单身怎么了？没有必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对不对？这个确实是我们中国人很莫名其妙。单身问题很大呀。怎么啦？单身的话，华人的选票怎么够呢？也是，对不对？不生孩子不行啊。只有3个州高于1.6的生产率啊。大马这样的话，大马现在人口还在以每年2%的增长。只是因为过去的年轻人他们生产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人口还在膨胀。再过20年，大马人口就开始下降了，华人要低于20%了。这个我觉得不行吧？因为我也知道，如果某些政党上选的话，连华人都想要移民的。我有很多朋友就明确这样告诉我的。不好意思，开个玩笑，不知道有没有过了。然后还有观众 Holy 他说，大马社会本质上就和中国社会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朋友真的，我觉得他前几年从新加坡回来打工了20几年之后，他自己创业了嘛，这个超难的，而且他是 all in 啊，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搭进去了。什么 all in？ 他是借的钱还有借债，我的天哪！但还是很乐观，真的很乐观。对，我自己想到我这个年龄，因为我们差不多大，如果你40多了，你发现自己只有一屁股债的时候，我会很难受，很难受的。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怎么办呢？这个东西如果继续还没有办法回本的话，你知道他很潇洒了，他说反正我给自己2年的时间嘛，再没有起色的话，我就继续回去打工了。回新加坡去。我真的觉得超洒脱的，一屁股债，然后所有的积蓄 all in，真的，我好佩服他。然后吴亦涵说，中国这些户口限制真的是太奇怪。对的，确实很奇怪，真的太恐怖了。只能说这是，但一定有它的道理，什么事情一定也是有它的道理。然后我们的 Black Sheep 前辈说，其实真的不一定要执着有没有读大学或者大学毕业，或是读的理想的科系，做最好最理想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觉得我就无所谓，我要是念不念大学啊？你不是说大学还是要念的吗？对，我说过了，我会鼓励他去念，但是他念不念，最终这个结果我都可以接受。是，你看我这种大学毕业还念了名校的研究生出来，不还是对吧？中年失业。因为你如果觉得 OK 他念了大学，他念了研究生，他念了博士，他才叫好的话，这是一种筛选机制的失效。站在 HR 的角度就是这样看，如果我看一眼，我像 AI 一样，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具备做什么工作的能力，那么人的筛选的效率就会很高。正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采用学校、学历、什么国籍这些来评价一个人嘛？这难道不是企业的问题吗？还有观众Kill On 说 appreciate 师傅，对，这个师傅倒也不是说是很有意思，他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你跟着学的那个 mentor 就叫师傅，很有意思的，确实我觉得很有禅意，还有很有道的那种感受啊，对不对？我觉得师傅都是教一些别人很难掌握的这种技术的东西，叫师傅，而老师呢就是一些比较虚的一些东西。OK。然后JC 观众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做网红赚钱，容易赚快钱嘛？我觉得在这边马来西亚人看直播的好多，我经常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杂货铺的老板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我看到的是几乎所有的店都是女老板开始会盯着手机看直播 ，Facebook、抖音啊什么上面就是卖货的。
现在真的这个是不是一个 booming 的行业？就是在马来西亚做网红带货，包括我们也有同学的妈妈，他们也是做直播的，真的是收入非常好。当然了，直播是一种陪伴，它的真实性是很高的嘛。就是我有一个数学上的解释，就是每秒钟你接收的数据量决定了你对它的信任程度。比方说，你如果是文字，那我需要很多的文字，我才能够很了解它。语音又会好一点，那是几十 K。如果是视频，每秒钟是几百兆，我更相信它。直播消耗的流量更大，所以你对它产生的信任就会更高。这也是我们做的。然后还有个观众，恶魔说马来西亚很多黑红的，有 Adeline 我知道，还有就是 Alice 的姐姐她自己号称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姐姐，她反正就是她姐姐。律师王绿红 Sunny Coco。马来西亚人也喜欢黑红，这个很宽容。在中国的话，直接就国家先给你封杀掉了。对，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想要说的，就整个环境啊、社会啊，对大家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一说小汉尼无感，因为他没动到消费者的利益。对，而且我们朋友真的是会请小哈尼过来给他开光给汽车开光。对，给汽车开光，我也觉得特别好玩。然后还有这个 I dance， 他说如果你朋友打从一开始就怨天尤人，就不会造就他对人对事的处事态度，也不会有之后遇到他人生中的伯乐，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法则吧。对的，我也觉得，如果是根据我看的那本 Surrender Experiment， 它里面就是讲到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种不公的想法，就是像心魔一样，其实一直在打架，然后在你脑海里面产生很多杂音，其实是会影响你的行为的。是的，可能这个就是灵光乍现的那个叫 Anthony 是吗？那个词，奇遇恩典一样的，给你的命运，给你的一个摆布。Epiphany。Epiphany。讲到年轻人，刚好像是谁讲到年轻人，就有一个话题，我跟王太在切磋很久啊，他还不愿意聊，我是挺想聊的，因为我们身边听到很多已经工作了或者很成功，他已经退休的人，他对大马当今的年轻人都很有看法的。很多人因为家里比较有钱，他对工作表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有些人选择躺平，有些人就是总之让他们感到很无奈。这种说法我听到好几个人这样说了，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就我们既看到过 brilliant 那个创业，然后非常聪明很有想法的年轻人，也看到过也听到过，应该说就跟中国一样，就选择躺平，但他不像中国这样碰到经济的问题，就是觉得条件也挺好的，我挺颓废的这种嬉皮士的感觉。我还不懂大家怎样看年轻人，也可以 comment 一下。然后无意，对你说这个 beauty of mathematics 表示，那跟我一样的，我是数学怕的要死的，我现在算 million 还要算一下几个零。不是算 million 吧，是几加几，有时候会多二少二。我跟你说，算钱算折扣，算的绝对比你快。OK。好，然后还有Black Sheep 说我的 mathematics 不及格，我也是，但是我高考要比老王考得好，因为我是文科卷，难度要比他理科卷低很多。对，直播不要学历门槛，当然中国有很多做这种的都是监狱刚出来的，有很多。还有我说就有族同胞接受这个 globalization， 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前两天跟那个Hisha Mudin 先生一起吃饭时候，他也不是，我觉得他非常 open minded， 真的非常不能说很多。OK。但他反正吃是没有禁忌的，因为这是他书里也写过，我们这个应该是可以讲。我回头一想，他自己也说他没有禁忌，但是跟我们什么都吃，什么都喝，我只能这样讲。然后他还有一句话，他说 ：“Foodies are a manifestation of globalization。”我们还在采访中特地问了他，为什么你觉得这些美食爱好者是全球化的一种体现？特地问了他这个问题，咱们回头会放出来。那个采访会很长，就跟他边吃边聊，但是音质什么都还可以。我觉得问的问题都是好问题，他回答的也非常精妙。我们先吃了1个多小时，我从来没想到，看他突然上头了，对吧？语速语音，我说好。身材 I gotta start recording here， 然后手机一支，啪5、6个问题，40分钟把它给录下来。就我从来没想到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我们先剧透一下吧。他就说到马来西亚的很多的食物是马来西亚在地的这些异族人发明的，然后在这些异族人本身的国家是吃不到的，比如说 Roti Canai。对，他说在印度是没有的。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肉骨茶巴古代，巴古代在我们中国也是木有的。对，就讲到这个开始的。哦，他说其实这个就是从不同国家来的这些先民们，然后来到马来西亚这个国土上面，用当地的一些食材还有这些风味创造出来的这个美食。他认为这些马来西亚的什么，还有包括nasi lemak，他也认为是一种 globalization 的一个体现。哎，讲到这个，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大家也知道一种这个食物，叫酒酿饼嘛，马来酒酿饼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搭掰是吧 ？TAPAI，是搭掰吗？还是巴呆？因为他在跟我们讲的时候，一直把它发成了巴呆，我不知道是他的正好是这个 slip of tongue 这讲错了，还是说那个发音确实是巴呆？因为我看那个拼法 TAPAI 应该是搭掰。哦，顺便问一下大家啊，因为我要做字幕的。好的，挺好玩。哎，福建面，哎，这真的是我们到福建真的没有吃到过这里的福建面，一点就据说福建面在这个有在哪怕是雪隆地区跟槟城都是指代不一样的食物。是我们这个是槟城福建面。福建好像也不，只不过他们不叫福建面，他们也有一种类似的，但不是这么称，所以你跟他讲福建面，他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对的。对。最爱的虾面，对，也是槟城虾面。虾面，超爱虾面。巴呆是臭豆哦。巴呆是臭豆啊。这样的啊，那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嘞，我回头要仔细听一下。对，他是有跟我讲，他用手势做出来一个长长的，他说巴呆的时候，他说要把那应该是臭豆啊，拉下来，对。顺便讲到食物啊，我讲一下，这个是今天 Wilson 做的巴黎。看，不是 ice， 这是巴黎他自己做的，加着糖水做的，好有才啊，我儿子。对，应该是臭豆，应该是臭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位这个Hishamuddin 这个先生，他对发酵食物也有着非常执着的爱，包括你们说的大白其实也是发酵食物嘛。对，大白是发酵的。妙就妙在它离酒就只差一步之遥。对，这个我们在采访中应该会提到。对，而且他还教了我一种，因为我就跟他吐槽嘛，我说我在东马，我们这边因为有一个东马集市 Borneo Morning Market 买到的这个笋都是很苦嘛，都不对。他说对啊，你处理不对，因为要把这个东马的笋要进行发酵，它才能去除苦味。还有2种啊什么的，对吧？我觉得这太厉害了，特别有意思。薏米对，也就巴黎 Wilson 做的啊，好小孩子。但是巴呆你们大家都是怎么做着吃的？我是在Madam Kwan里面吃过，就是那个臭豆炒虾米，好像炒了一道菜。然后我们点的朋友还问我们，小心翼翼问我们说：“你们能吃苦吗？”他说这个臭豆会有一点点苦味。哦，你还记得吗？就是阿秋请我们吃的第一餐在Madam Kwan。但我没觉得有很苦啊，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很贵，我记得那个一小盆是40块马币。没能换比较贵吧？好吧，会有很强的后劲，会醉吗？对，然后我们还谈到了那个椰花酒，然后他跟我们说，椰花酒是在巴生这边的华人做的特别的好，在华人商店他们建议他说你可以买到很正宗、很地道的，而且他有一个理论，他认为这个椰花酒是带一点点苦味，能够帮你在吃东西之前清洗你的口腔，让你的口腔准备好接下来的这个美食盛宴。我给他讲，我都惊呆了，真的太了解了。上厕所会很够力。有一位叫袁夏的观众说，美国做指甲是很好的职业，收入在3000到7000美金，这是靠手艺吃饭的。我相信是了，因为修车200美金1小时嘛，就可以知道了啊。但是，很多人讲到这个，我们可以岔开聊，现在是闲聊时间，对吧？我就可以聊一下，就很多人在中国，他的眼界是很窄的，因为他长期的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前2天还在小红书上看到，人家有贴出来一些什么世界上最没有含金量的6个护照啊，怎么样的？结果我就不说倒数第几个是什么了。然后有一个网友留言说，他说印度总不会比中国差吧？所以我就觉得
他真的是对自己的认知很糟糕啊，很糟糕，把自己看得太好。而且我觉得那个就是罗玉凤，她去了美国之后，她并不以自己是美甲师作为一种羞耻，对，她很坦然的。然后她其实出了她在美国之后，也经常被路上被认出来，然后拍照嘛。她也觉得很困扰。对啊。但是我觉得她这种就脚踏实地的生活，真的是洗去铅华之后，回归到生活本质。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攻击他去了美国之后身形发胖嘛，一个人变成了2个，就是说他那个罗我也很胖呀，越来越难看。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攻击别人的长相，这个点在什么地方？就是造物主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皇帝视角吧，就觉得好像自己在选妃子一样。我觉得啊，这个在中国很特有。然后观众。这个 I dance 又说这个大白是非常耐人寻味，这个词我好喜欢，又让人困惑的马来甜点。对，酒香扑鼻。其实我们的那个那天那个黑山穆丁先生他也是跟我们讲，他其实是含有这个酒精的，但是很有意思。马来人他们如果吃大白的话，也不算是违反他们的教义。对，因为它不是为了造酒而做的，这是在食物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又允许了。但这个完全看宗教师的解释啊。世界上也不是所有的伊斯兰这个穆斯林地区都是允许吃的，当然有更开放的，我们也知道，比如像印尼，对啊。但是这个就是 ironically 的地方了。OK。我记得我们在东马古晋吃的一家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一般族餐厅里面，我们上了一道甜点，是冰淇淋上面加了一点大白的这个 topping。我都忘了。那个吃起来跟我们江浙地区的酒酿是有一点点像，但是它比酒酿的甜度低，带一点苦味，就是有类似于像主角或者猫山王的一点点苦味。又有一个 Mr. Ong 表扬我了，说 I like Mr. Wang say so what OK 我不觉得是英文的问题，那你日本怎么说呢？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有问题吗？日本人怎么了？因为他说很多中国网民认知世界有问题是因为英文不行。我说我不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日本人认知世界没问题啊。但是我记得你有一次采访了一个在日本生活10多年的马来西亚人，他说就是日本人他对外国人的态度和对在本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是完全不一样，就外国游客和在那边工作的外国人态度是不一样的。他对外国游客是恭恭敬敬，给你产生很多美好的联想的这样一个特质，但是对内的话，如果你是他的这个工人的话，完蛋了。他是所有的这种日剧里面看到你都能够是，然后博主胖的浑然天成。那当然，每一块肉都是吃了多少肉骨茶，吃了多少这个猪肉粉长出来的。我最近还迷上了吃蒸蛋糕，蒸面包。我来马来西亚之前，我不知道面包除了烤还能够用蒸的方式去加热。对，太神奇了，软软的，也很香，尤其这时候跟里面的黄油和咖椰的结合更好，真是太好吃了，对吧？但是蒸蛋糕就没有办法再蘸半熟蛋，这有点可惜。是吗？问一下各位观众，软软的蒸面包烧的才好蘸吗？还需要配生熟蛋吗？反正我们是烧面包会配一些生熟蛋。好的，时间到了，咱就不要影响大家了。好的，志成Wilson他发明了很多菜，他真的太厉害了。我只让他写下来做一个 cookbook， 他不愿意，他很懒，他发明的而且很好，很妙。前一阵子我吃过一个他发明的，就是拿那种希腊酸奶，然后加上一点点我们家那个冰冻的蓝莓啊，放在冰箱里变成冰以后呢，它上面其实还放了一块 KitKat， 那就做了一个小甜点给我。我们今天还拍了一个他做这个大白菜猪肉水饺的视频，全过程。对，回头可以剪给大家看。真的，我觉得用这个方子做出来的这个大白菜猪肉水饺，一定是胜过很多在这边的马来西亚的中餐厅的。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在家做，从做饺皮开始，很有意思的。OK， 好的，好，那我先结束 stream，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下。Thank you，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